曾怀疑感伤，还是遇见真的心，用爱一起分享。别害怕去梦想 ，Never give up 向前闯。世界上没失败，除非你认输投降。别害怕去梦想，倾听内心的愿望。就算碰到阻挡，也一定会天天都有成长。现在就要出发，未来才能抵达。汗水和眼泪在飞扬，你努力的模样多么漂亮。带着勇气前往，拒绝半途返航。执着是我们的信仰，要用好的倔强，朝远方飞翔。你对老师留给你的话有意见吗？没有啊。我只是想要解释一下，因为1年级的老师同意我可以为了比赛而不参加打扫和自习，所以这学期我就照做了。每个老师都有每个老师的想法跟做法。对于我而言，如果为了个人荣誉不参与班上的工作，或者只选择可以记功的事去做，而不愿意做无偿的服务，这样就太过功利主义了。我想你可能是不知道其中的差别，所以才特别提醒你。可是我代表学校出去参加比赛，如果得奖了，也是为校争光啊。那当然啊。可是老师觉得，如果你在替学校跟替个人争取荣誉的同时，也没有不替班上服务的话，那样才是真正值得赞许的精神。不过老师还是很谢谢你在教室布置的过程当中的努力，加油哦！参观我们班哦，超漂亮的。我们班布置好的哎，请进，请进。哇，你们班感觉好温馨哦。对呀，有家的感觉哎，很棒吧？难怪你们班会教室布置第1名哎。对啊，拜托，他们班学艺股长是方依依哎，不得第1名才怪嘞。又不是方依依一个人的功劳，不信你们都过来看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们班连记名字这种事情都很不一样哎。怎样不一样？通常老师不是都会要求班级干部记下违反规定的同学姓名吗？对啊，像我们班的黑板上啊，都是记那种上课讲话的，还有作业没交的跟抽屉没整理的。对呀，可是我们老师却不要干部记坏的名字，而是要记好的名字哦。真的？你们看，真的哇，好羡慕哦。对，怎么样？我们班超级酷的吧？我看是你们老师超级酷的吧？对啊。对不起，借过。走，我带你们去别的地方看。你们看，我们班的生活公约也与众不同吧？真的哎。国走。生无常，把握当下。喂，曾老师吗？哎，我是黄主任啊。是这样子的，我想跟你继续借一下你那个班上那个学生方依依啊。借？是啊，我们找方依依啊，帮我们做了几张海报。那辅导室看的呢也很喜欢，那也想找方依依啊帮忙画海报啦。所以我想跟曾老师您报备一下。原则上没有问题，只要不影响正常上课，学生本来就应该多方面参与活动。不过我想，还是要尊重依依本人的意愿。曾老师啊，您放心啦，我们是利用下课还有午休的时间去做，而且照例呢，学生如果参与这些学艺活动之后呢，我们都给他记嘉奖。只要曾老师你同意呢，我会再找方依依跟他商量一下。没问题。谢谢了，曾老师，再见。不客气，再见。又是嘉奖，依依怎么可能不愿意呢？
老师，吴老师，不好意思，忘了跟你们说了，公休处这一个礼拜啊，都有一些活动要办，所以呢不太方便让我们使用。等下个礼拜的地点还有时间都确定了，我再打电话给你们好吗？好，那辛苦你们了，那我们先走了，再见。OK， 谢谢谢谢，下礼拜见喽，拜拜，谢谢。老师这样换地方借场地，光是这些资料搬来搬去就够累人了。对啊，每次更换地点，出席的人数都越来越少了。好了，我跟邱老师、吴老师都说了，一忙啊，差一点就忘了讲，万一让他们白跑一趟就不好了。哦，翠芳，我刚刚跟亚萍讲到，最近我们共修处的活动越来越多，场地也越来越不够用。我想，我们应该要想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了。一劳永逸？怎么样一劳永逸啊？很简单啊，就是替我们中立教联会找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。自己的地方？说起来容易，可是去哪找这样的地方？对啊，我询问很多师兄姐，问他们家里面有没有比较大的空房间，可以让我们长期使用，但是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确切的回应哎。玉珍老师，你有其他的想法？求人不如求己，我不想只是被动的等，这件事情一定要加快脚步进行。尤其是亚萍你负责的近似语教学工作坊，一定要有一个理想而稳定的环境，这样才能吸引更多老师甚至家长的加入。所以我打算找我们家师兄一起去找房子、看房子。找房子？玉珍老师，你们不是才刚搬进新家没有1年吗？我当然不是替我自己找房子啊，我是替我们教联会找一个窝。所以啊，只要我家师兄愿意支持，那应该就没问题了。太好了！这个房子的采光很好，去年才完工的，屋龄新、屋况佳，几乎不需要什么装潢就可以搬进来住了。这里的生活机能也很好，距离市场、公园也很近，交通也挺方便的。最理想的地方啊，就是门口前面有个双车位，如果是比较大的房车或休旅车啊，停起车来也非常轻松。对，哇，这边车位还蛮宽的。真是没有想到，这么快就让我们找到房子了。来吃水果，哇，很甜哎。而且啊，那个地点真是万中选一，门口不但有停车位，距离我们家又近，走几步路就到了，真是太理想了。对呀，这样以后教联会要上课还是办活动，对你来说都蛮方便的。所以咯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你赶快吃吧，跑了一天，我看你也累了，我去叫阿凯、阿伟下来，顺便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。好啊。对了，我要赶快打电话给翠芳跟亚萍，告诉他们我们教联会终于有自己的新家了。来，这就是我们新家吗？真的很不错哎。我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这么顺利，好像这间房子它原本就在这里等我们似的。这里真的很棒哎。亚萍，以后你就可以好好在这里经营近似语教学工作坊了。还有，我们不是为了编辑大爱银行收集了很多资料跟文章吗？也都可以拿来这边好好分类跟整理了。我相信，有了好的环境以后，事情推动起来也会更顺利。来，我们上楼看看，看哪里还需要添购什么东西。你真的睡饱了吗？真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提早出门，结果害得你也得跟着我早起。不会，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而且啊，修车厂的人说车子下午一定会好。我放学以后再去签，明天我就可以自己开车上学，不用再麻烦你啦。
这么早，你班上的学生来了吗？应该有人来了吧？反正早到的就是固定那几个。可是呢，我都会先请他们把近似语抄在黑板上，这样时间一到，我就可以直接做近似语教学啦。你还真的是一点时间都不浪费耶。那当然，这就是我最强调的效率。回事？本来啊，我以为钟小玉是在抄近似语，没有想到她却在写对另外一个女同学林爱芳的不满。国中阶段的女孩子心思细、心眼小，这种互相不满意、看不顺眼，或是嫉妒、讲坏话、私底下较劲的情形多的是，只是程度上啊有一点不一样而已。我就是不喜欢这种讲来讲去、勾心斗角，还有什么搞小圈圈的事，所以才会变成独来独往。没有想到还被误会成骄傲。那是因为你太早熟了。班上女孩子的事情比我想的还要复杂。原本我只看出来林爱芳嫉妒方一，可是没有想到几乎是全班话最少的钟小玉，似乎也把林爱芳当成假想敌。看来除了方一，我应该要把注意力放在其他人身上了。雅萍，雅萍，你在想什么？没有啦，我在想钟小玉。如果照玉珍老师你的说法，我的个性跟沉默寡言、不善交际又不想引人注意的钟小玉很像哎。那是以前的你。现在你主持活动，已经越来越有大将之风啦。那都是你们的功劳啊，尤其是玉珍老师你。那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。雅萍，你要对自己有自信。玉珍老师，钟小玉的家庭状况怎么样啊？小玉的爸爸是公司的基层员工，妈妈在卖小吃，弟弟小学4年级，家境小康，看起来一切正常。我去做家访的时候，小玉的妈妈说，小玉很贴心，很愿意分担家事，可是却很少在家里提到学校或是同学的事。这一点啊，倒是让她很担心，小玉是不是在学校交不到朋友。关于钟小玉，我有一些看法想说哎。好啊，说说看，看有哪些是我没有想到的。好啊，但是我也不确定，因为我不认识钟小玉。没关系，说出来做参考也好啊。以前总是我一个人在分享个案，意见难免会有偏颇。这段期间经过这么多次的交流，我发现大家的意见越来越有见地，也越来越成熟，所以每一个意见都值得参考。我想说的是，一个人如果长久以来都不受到注意，那么他可能是因为表面想要自我保护，或者是本来个性就比较内向。可是时间如果一久了，就会导致心态上面的不平衡，而且这种不平衡往往会让人越来越封闭，然后因为过度的压抑之后，某一件事情的刺激就会突然爆发出来。雅萍，你有过类似的情形吗？我还好啦，我可能是因为我个性比较温和，所以做不出什么惊人之举。不过什么？不过有一次班上的分组活动，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被分到组别。老师虽然最后把我硬塞到一组，但是我还是装病3天都没有去上课。我想那个时候你一定有严重被忽视或孤立的感觉咯。但是我的自卑病呢，因为加入了教联会，遇到你们才慢慢好转的。哦，我们班辅导课的近似语活动分组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还好我们班是按照座位分组，所以不会有孤立或遗漏任何一个人的情形发生。不过我想，在这个分工合作的过程当中，一定还会有问题出现的。
是啊，当老师的都知道，从分组的活动当中，最容易看得出来这些学生的互动，是最能够看出平常也许看不出来的真实状况，还有这些学生的人格特质。现在只希望一切都能够朝好的方向来发展了。分组讨论以后，请各组将你们要呈现的近似语，还有分工名单交给老师，来作为评分的依据。依依，你最有统筹能力，你来做主席好不好？不要，为什么每次都是我？因为你的能力最强，最有经验，比较会分配工作和指导大家啊。为什么能力最强的人就注定要倒霉，就一定要做最累最难的事？倒霉？你怎么会这样想？如果你不做，我们这组的成绩一定会掉车尾的。老师不是说过，能者多劳啊。对啊，能者多劳。依依，当主席对你来说又没有多困难。是啊，依依，如果你不当主席，我们这组铁定完蛋的。你们是来威胁我吗？不是啦，依依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最近真的很忙，辅导室的海报我都画不完了，我没有多余的时间跟心力去管其他的事情，我只能负责做美工。要不要随便你们？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就会完了的话，那完了就完啦。可是没什么好可是的，反正你们时间多得很。你们先讨论美工要做什么，讨论好告诉我，就这样。方怡，你的嘉奖小工大功还不够吗？谁不知道你这次帮辅导室画海报，就是为了再记一次嘉奖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？我怎么不能这样讲？你有时间画海报，却没时间跟我们讨论，你会不会太自私、太现实了？我自私？你们不自私的话，就全部负责啊！为什么一定要我？我们找你是看得起你，你干嘛摆这种高姿态啊？告诉你，我们已经忍你忍够久了。好啊，你们都不要忍啊！我什么都不做总可以吧？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就完蛋的话，活该！方怡，你的嘉奖小工大功还不够吗？我为什么不能这样讲你？你有时间画海报，却没时间跟我们讨论，你会不会太自私、太现实了？我们找你是看得起你，你干嘛摆这种高姿态？告诉你，我们已经忍你忍够久了。阿卡伟，你们睡了吗？妈妈今天去看外公外婆，结果他们要妈妈带好多东西给你们吃哦。停止洗肾。医生真的同意？爸是这么说的。不过，我想以妈的个性，大概也是妈先主动提出要求的吧。可是，这也要经过医生评估之后才能做的决定啊。是啊，所以爸说，医生帮妈做了一系列的检查，确定妈目前的状况很好，才同意的。爸也说，最近妈的身体好了很多。所以妈一直吵着不要洗肾，我们大概很难真的体会洗肾的痛苦，而且自从妈上次脚伤以后，走路一直很不方便，出门也都需要靠轮椅，再加上每周3次的洗肾，对一个个性活泼、喜欢交际的人来说，这也真够她受的了。我很高兴妈的身体状况终于好转了。可是我担心的是，
万一他停止洗肾了，身体要是又不舒服，他很可能就盯着不说，这样不是反而会害了他？我懂你的意思，过2天我会找时间回去一趟，跟妈聊聊，也跟医师联络一下，约个时间讨论妈的病情。困了，快去睡吧。来，最近你为了布置教联会的新家，跑来跑去，休息的时间又更少了，光想妈的事，你都忘了自己都还是个病人。我还好，不过我真的该睡了。明天方依依的妈妈要来学校，我的 Mission Impossible 就要正式开始了。还好吗？目前都在我的预料跟掌控当中啊。其实我知道依依的妈妈明天要来跟我聊些什么，因为今天班上分组活动的时候，有同学看不惯依依的自私而当面指责她。我想依依回家一定会跟父母哭诉她的委屈。辛苦你了。不会啦，因为对我来说，这是让依依面对自己，也让她父母更了解她的一个机会。我感谢都来不及了，一定要好好把握啊！怎么办？方依她妈妈到学校来了，来了就来啦，他妈妈又不是警察，难道你怕他把你抓走啊？可是这祸是我闯的啊！我也有份。哎，我懂，方依依哦，不好惹的。拜托，你们还真以为方依依是公主啊？如果这么怕的话，不然你们把全部组员召集过来，去写悔过书，向方依依赔罪啊！赔罪？为什么？方依依她也有错啊！那就对啦，大家都有错，那你们还担心什么啊？怕依依她妈妈一来，老师就会偏心袒护依依吗？我觉得不会啦，老师哦不是那种人。你们看，像上次我跟方依依比赛周考成绩时，发生争执，老师不是很公平的处理吗？所以我说你们不需要紧张啊。可是我们还是会紧张啊，因为这样一弄，我们这组的活动要怎么做啊？吼，又不是世界末日，放心啦，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啊，老师一定会想办法给大家台阶下的啦。听你说的那么轻松，你们那组的进度呢？我们那组已经讨论的差不多啦，连长剧版都出来了呢，而且我演女主角哦。其实也还没完全好啦，有些地方还需要修改啦。我从来都不知道依依有这么大的压力，原来她在学校是这么的不快乐。其实并不尽然，依依的校园生活一直都很多彩多姿，她在各方面的优秀表现，一向吸引很多羡慕的眼光。我想您跟依依的父亲，一定都以有这么优秀漂亮的女儿为荣。当然啊，她是我们的宝贝女儿，所以我更无法接受她在学校受到同学那样的对待。她从来没有像这样情绪失控过，看到她哭得那么伤心，简直把我吓坏了。我懂，可是依依妈妈，你有没有想过依依为什么会这样？是因为这次偶发的事件，还是长期的累积？其实我也有想过，是不是依依对自我的要求太高了，太过于追求完美，所以给了她自己太大的压力。可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她太优秀了，才会导致有人嫉妒什么的。总之，我非常担心她的情绪，而且那些同学怎么可以推卸责任，硬把最困难的工作都推给依依？依依妈妈，据我所知，这次的事件只是导火线，而且事实并不是同学一定要把责任推给依依这么单纯。不管怎么说，老师基于爱护依依的立场，我希望这件事情可以快点解决，
否则我会担心是否要带依依去看专业医师。依依妈妈，你可能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，请你相信我，你越紧张，依依的情绪也就会越紧绷。如果依依的过分追求完美形象，还有和同学之间的摩擦隔阂早就存在，那么这次的机会可以让她长期累积的情绪有了出口，不是很好吗？是吗？是啊，而且危机就是转机。这次纠纷发生的时候，我也在场，我确信其他同学并没有恶意。也许依依以前从来没有遭受过什么挫折，她也一直把别人的赞美视为理所当然，却没有想过，在优秀跟完美的背后，她是不是忽略了什么？还有，同学眼中的她究竟是什么样子？现在让我来帮助依依看见别人眼中的她，也让她重新认识真实的自己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整个分组过程当中，我只看到了分工，没有看到合作；我只看到了计较，没有看到团结。这个活动不只是要验收老师教的近似语，你们理解了多少？也不只是希望看到你们用更活泼、更有创意或更贴近你们生活方式来诠释近似语。最重要的是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能够确实的落实团结跟合作的良好品性。只可惜你们这一组，在一开始就把情况给搞砸了。现在给你们2分钟，2分钟以后轮流发言。先反省自己有没有错，然后再来想办法补救这个状况。好啦，有谁要先发言？老师，我先说。好。老师，我觉得我不应该推卸责任。本来刚分组的时候，我很高兴，也很庆幸，因为有依依跟我们一组。我以为只要有了依依，一切都搞定了。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我觉得很后悔。我们这组铁定做不出来了。话不要说得这么早，你们还有时间可以准备啊。还有谁要发言？老师，对不起，依依，对不起，我不晓得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。依依一向很有领导的能力，我们以为找依依当主席，依依会很高兴，没想到，我想最不应该的人是我吧，是我和进城一直要依依当主席的，也是我把依依惹哭的。我们会一直要依依当主席，是因为依依最有上台的经验，我们其他人上台都会发抖。没想到依依不愿意，我一急就说了不该说的话。依依，你自己有什么看法？要不要说说看？我其实不是不愿意参加，而是这次分组活动时间跟我画辅导室海报的时间真的太接近了，而且你们又都利用午休时候讨论，那个时候我人在辅导室画海报，根本不可能参加啊。我承认我这次活动没有很投入，可是你们也不能什么事都依赖我啊。好，大家都表达完意见了，自认没有错的，现在可以离开。没有吗？那就是承认自己都有错喽。
OK， 那不愿意和解的可以离开。既然如此的话，就请你们互相握手言和，互相道歉。但是如果不愿意的人，也不用勉强。依依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抱歉。好，现在给你们5分钟时间讨论，重新的分配工作。讨论好之后，请派代表告诉我。我看我们先决定要呈现哪一句近似语吧。这次的风波暂时平息了，分组活动也终于顺利进行。林爱芳那一组的短剧演出，林爱芳是最出风头的最佳女主角。看得出来，爱芳非常具有演戏跟带动气氛的天分，好像有她的地方就能听见笑声。也许这是小玉不喜欢爱芳的原因。钟小玉那一组，从头到尾，小玉都在一旁默默地帮忙换布景、递道具、秀字卡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我的确应该多给小玉一些鼓励，让她更愿意走到阳光下，积极参与活动，表现自己。而依依那一组，在依依的领导下，不但演出生动活泼，最能传达主题，连美工都是全班做的最有创意的一组，因此最后得到了全班最高分。不过，我心里很清楚，对于辅导依依，这只是开始，不是结束。小玉，今天的分组活动你表现得非常好哦。你选择的是最重要，但却最容易被忽略的工作。你一直默默地替同组同学服务，把光环让给担任演出的同学。这种精神跟胸襟非常难得可贵。虽然你像是一株不想引人注意的小雏菊，可是小雏菊也需要阳光呀。老师希望能看见你更多灿烂的笑容。依依，聪明的你一定知道老师与你分享这篇文章的用意。明天午休时间，请你来找老师。我想，我们彼此之间应该都有话要说。依依妈妈，你不要这么客气，我也很感谢你的配合啊。这件事情，我想应该已经暂时告一个段落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还是会密切注意依依跟其他同学之间的互动。孩子在这个阶段，本来情绪起伏就会比较大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随时跟你保持联络的，有事我会再通知您。好，谢谢你，那我们再保持联络。好，再见。
我以前这种顾人怨的表情，有人会喜欢跟我做朋友啊？才怪！张玉珍哎，你们猜他知不知道温拿五虎？一定不知道，知道才怪。是想知道那些无聊事，莫名其妙。玉珍啊！爸。行，咱做伙行。我真早就发觉，你拢是一个人去学校，一个人对学校转来。从来毋听讲你甲同学出去耍，啊，真少哦，有同学来厝内底找你。我不需要啊。玉珍啊，无人哦会无需要朋友的啦。无论你外交，我技术，朋友哦，才是你一生中上重要的资产。而且，愈熬的人哦，才会愈谦虚，得任好。你看，遐个潮啊，若是愈把水吼，伊的头哦是愈累累啦。我不是交不到朋友啊，我是不想浪费时间和别人说那些没意义的话，开那些没营养的玩笑。玉珍啊，人哦本来就有真侪种啊，每一个人哦拢有可爱的所在啦，而且人哦一定爱甲人相斗阵，无相斗阵，你哪看会到别人的优点呢？假使你一定爱拄到一个甲你一模一样的人，你才愿意甲伊交朋友。那安尼，你会失去真侪真正的朋友情。我宁愿等。我觉得朋友本来就应该互相学习、互相分享，而不是和大部分的人那样在一起言不及义、吃喝玩乐。玉珍啊，一个人确实因为家己特殊，甲别人无同，所以有自信，迄是好的。啊，不过人生的路阁真长，你无可能一直拢是一帆风顺啊。确实，家人生哦，比如做一片海，你想看嘛？海是遐尔宽，就算讲你是只真大的船啊，伫大海内底嘛是同款真细，甲孤单。何况，若是拄着风雨的时阵，迄时阵哦，你就会知影，另外一只船的灯火有偌重要哦。玉珍，玉珍，我睡着了。是啊，你大概是太累了，这样不行，吃药没？是啊。这不是你的国中毕业纪念册吗？上次回基隆帮爸整理书，我在我书柜下面发现这毕业纪念册，我就带回来了。怎样？在回忆你的少女时期啊？与其说是回忆，倒不如说是再一次的反省跟审视。我才发现啊，我的少女时期脸超臭的，眼睛根本就是长在头顶上，难怪那时候没有人跟我做朋友。你呀，就是太认真，太一丝不苟了。你忘了，你是认识我以后才开始学会放轻松，也才开始被我带坏，学打撞球。哦，对了，我刚刚做了一个梦。什么梦？我梦到我国中的时候，梦到我爸跟我说了一段话。那个时候呢是有听没有懂，可是现在想起来，我爸说的是语重心长的。你爸就是这样，总是把握机会教育孩子，这也是我佩服他的地方。唉，希望我也有像我爸，或是像你一样的耐心，愿意跟人慢慢磨，或者是像我爸那样的智慧跟观察力，这样我就可以及早发现学生的问题，给予及时的辅导。拿我跟你爸比啊，太抬举我了吧？我可不敢当哦。还很在意辅导课分组的事吗？还好，还好就好。依依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别组没有发生你们这组一样的事情？
我想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彼此合作，不像我们推来推去。可是，老师，我真的好累哦。有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忙到心力交瘁了。我不是故意要拒绝同学的。很累的话，为什么要接下辅导室画海报的工作？因为主任找我，我不好意思拒绝。是这样吗？是主任说要再次奖励我，我不想放弃这种机会。老师，我真的太现实了吗？当然。开学以来，老师就不断地听到你说：“我为什么要这么累？为什么别人不能帮我？为什么能者一定要多劳？”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？第一，你把事情做得太完美了，别人也很难帮你。第二，你并没有真的想要让别人帮你，你只是想得到更多的赞美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你的态度，你的态度也让你人缘不好。你一直觉得班上同学是因为嫉妒你，所以才疏远你。你太小看他们了，其实是因为你根本不在乎别人，你的心态都已经把他们排除在外，谁能接近你，更不要说帮你了。我没有不在乎别人啊。你有。如果一个人只想享受成就感，喜欢被赞美，却不愿意替别人担忧解劳，那不是很自私吗？如果你所有的付出跟服务都要有所回馈，那不是现实是什么？依依，如果说你的人生到现在还不够完美，不是因为少了什么，是因为太多了。太多的赞美使你高傲，太多的奖励使你迷失，太多的分数让你盲目。你真的很优秀，依依，多一个肯定，少一个赞美，都不会改变你的天赋。老师一直很想帮你，因为老师知道，一个优秀的人有多么痛苦跟悲哀。悲哀到看不见自我的障碍。如果把人生比喻成一片海洋，海那么大，再大的船都会显得孤单跟渺小。如果遇上暴风雨，你就会知道另一艘船的灯火有多么的重要。依依，你知道上天对你有多厚爱吗？你拥有了那么多，可是如果少了谦虚跟柔软，就会注定一直寂寞下去。这是你要的人生吗？现在我们班必须再有一位英文小老师，老师想征求志愿者，可是你们要想清楚哦，这是一份服务性质的工作，有没有人自愿？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，从现在起，我们要开始为海外近似语文化交流做准备了。时间定在暑假，第一站要交流的对象是中国厦门地区的老师，我夏某要的真正时机才快到了呢。听起来很可怕哎。你放心，我会慎选爆点的。你这什么态度？世界上怎么有你这么现实的人啊？为什么别人都要包容你？为什么你从来不替别人着想？既然你这么没有良心，我也不想再看你的脸色。方依依变丑嘞！哈，这下你高兴了吧？方依依变丑了，你不就是你们班最漂亮的了吗？这样好可怜哦。对啊，怎么都没有人去理他啊？拜托，林爱芳，这是我们班上的事，老师也说不要对外讲。
你就马上去宣传，你不觉得你很过分吗？那个眼睛，眼睛怎么了？那个眼睛。